中国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再度进度，机载版本射程突破第二岛链，美军紧急部署标准6能否应对？面对东风17，美军又为何出现致命误判？在此前，一张轰 6K 轰炸机腹部挂载一枚滑翔弹头导弹飞行的照片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专家分析，轰 6K 腹部挂载的这枚导弹很有可能便是东风17的机载版本，类似于俄罗斯匕首导弹的存在。很可能中国已经正式部署了机载版本的东风17，而机载东风17的问世，也意味着这款导弹的陆基版本1700公里的射程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以轰 6K 作为发射平台的话，东风17射程将达到5000公里以上。这意味着美国第二岛链的核心关岛军事基地也将成为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的打击目标。近年来，中国在东风系列导弹的研究上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与收获，并且现在的中国东风系列导弹几乎是每隔2-3年就能够推出一款新的产品，而且是几乎涵盖了各个距离都有对应的导弹，从而这也使得中国的弹道导弹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而东风17作为世上首款正式入列的高超音速导弹，不仅速度极快，还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特点，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并且其具备的高速度和高机动性可以突破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各国现有防御体系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就能发挥出其最强大的威力，与敌方以致命打击。东风17这样的导弹也被认为是传统防御系统无法拦截的。无独有偶，就在轰 6K 挂在东风17照片现身后不久，美军宣布在关岛军事基地部署标准6防空导弹。可以说，美军也是拉响1级警报，并且将标准6视为拦截东风17的最后防线。那么，美国为何选择标准6来应对中国的东风17呢？标准6防空导弹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发的新型防空导弹，该弹采用美国雷神公司标准2导弹的弹体，换装采用 AIM-120 技术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最大射程400公里，可拦截30公里高度内的各种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无人机及反舰巡航导弹。而美国的此款标准6防空导弹重 1.5 吨，长 6.55 米，直径533毫米，最大射程240公里，最大射高33公里。而美国的这款标准6防空导弹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与美国之前所研制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的用途大为不同。因为美国此前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的主要用途就是专注于反导，而美国的这款标准6防空导弹则是一款多用途武器，它可以满足海上防空、反舰作战和弹道导弹防御的需要。而且对于这款标准6防空导弹，雷神公司称，此前标准6导弹3次成功拦截处于飞行末端的来袭弹道导弹，具备应对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而且据悉，雷神公司已经交付超过330枚标准6导弹，而且也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防空的主力。可以说，标准6导弹是专门应对中国东风系列导弹应运而生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美国在2016年南海的对峙中，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予以美国重大的威慑，成为名副其实的航母杀手。所以这也使得美国想要研制标准6防空导弹，以此来限制中国的弹道导弹。但是面对技术升级的东风17，标准6真的能拦截吗？直接用事实说话。在将标准6部署关岛期间，美国导弹防御局也在夏威夷海域用标准6导弹专门进行了2次拦截试射，其拦截的假想目标便是高超音速导弹。然而结果是，这2次拦截试射全部以失败告终，标准6无法拦截像东风17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说，这次的测试结果足以让美国人坐不住了。此次测试证明，美国用标准6来拦截东风17导弹是一次致命的误判。据悉，中国的东风17弹道导弹作为最新一代的成波体构型滑翔弹，点火起飞后急速爬升高度，并在临近空间实现重力转向，而且其发射后全程都在大气层内飞行，但是并没有飞出大气层，而且它具有隐形的特点，所以就使得远程战略预警雷达受限于地球曲率，无法发挥作用，只能依靠天基红外预警卫星侦测，也就使得卫星无法给出精确的弹道数据，也无法对其进行制导拦截。
美军一度认为东风17弹道导弹也是有其不足之处，就是在飞行末端的时候会出现动能不足和方向固定的特点，所以要想拦截东风17，也就只能针对它的飞行末端来想办法。因为此时的东风17就成了航空目标，且飞行航向相对固定，能够便于对其进行拦截。而美国为了应对东风系列导弹的挑战，就在2006年启动了标准6舰空导弹项目，才研制出了标准6防空导弹。但是标准6防空导弹在生产初期并不具备末端反导能力，而直到标准6防空导弹的升级版本才初步具备了末端反导能力，而且还进行了试验。据悉，在2016年12月19号，美国 DDG-53驱逐舰搭载了标准6防空导弹进行了一次拦截试验，结果成功拦截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枚目标弹的轨迹非常类似东风 21D， 而因为美国当时还没能掌握同款高超音速滑翔导弹的研发技术，所以只能用弹道轨迹接近的传统目标弹模拟中国的东风 21D， 但是无法来模拟中国的东风17弹道导弹。而且后面根据事实证明，直到2017年，美军依旧无法有效拦截中国的东风 21D 弹道导弹。那么这也说明，美国想要拦截比东风 21D 更为强大的东风17，那只能说是天方夜谭。东风17弹道导弹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这就给防空导弹的制导拦截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且东风17弹道导弹凭借其重力势能的优势，从而就有着更多的动力能量，使得其的横向机动幅度相较于导弹拦截系统要大得多，所以也就使得防空导弹很难判断东风17的弹道轨迹，从而不能够对其进行准确高效的拦截。美国军事专家比尔·戈尔茨坦诚，包括海基标准3、陆基萨德高空拦截弹、GBI 中段拦截弹在内的现有导弹拦截系统，目前都无法有效拦截中国的东风17弹道导弹，而我们只能在它飞行末端最后几秒钟想办法拦截。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为了拦截中国的东风17弹道导弹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可能还没有达到能够拦截中国东风17弹道导弹的能力，所以美国标准6防空导弹也是很难做到这点。对此，专家说，中国的东风17可能让美国标准6防空导弹成为摆设。可以说，目前美军对东风17这样的武器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只能寄希望于完善天基红外星座体系来应对。但其资金与时间成本都让现如今的美国感到捉襟见肘，而中国则能够借着东风系列导弹专注于打击美航母编队或者岛链内的军事基地，对其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也能借此来打破美国的霸权主义，从而以此来威慑美国，让美国不敢进入中国的海域领土，切实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